我做了3年全职主妇后，婆婆不仅不体谅，还对着孩子阴阳嘲讽，真不知道你妈是干嘛使的，连几个小孩都看不好。做饭咋了？做饭就不能看孩子了吗？就她这性格放在过去，放在家家户户6、7个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怎么受呢。现在的女人真金贵，一点都使唤不动了，连看看自己家孩子都推3阻4的，又不是后娘生的。小航不理妈妈，来跟我说，讨厌妈妈，妈妈是坏妈妈。我转脸将围裙摘下扔她脸上，当场摆烂。行啊，我是坏妈妈，以后你们几个就婆婆全管了，我倒要看看她怎么做好3个孩子的奶奶的。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妈妈，姐姐踢我屁股，胡说，是你先把我积木推倒的。呜，妈妈，我要找妈妈。这边刚把熬好的汤从煤气灶端到灶台上，那边3个小不点又迫不及待地来找我断官司。望着那3个身影，我头皮发麻，头骨都在隐隐作痛。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无法适应3个小孩同时叫我妈妈的混乱局面。我跟老公结婚10年，双胞胎女儿今年刚上1年级，生下一个儿子，刚过了3岁生日。按理说是多少人羡慕的家庭配置，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大家都知道，每个小孩都是一个魔头，对寻常人家来说，家里有一个魔头就够了。可我家这样的魔头足足有3个，而且还都是打不得骂不得的年纪。我手忙脚乱的一手一个把他们分开后，儿子跌跌撞撞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吃饭，我饿。我怕厨房的明火伤到孩子，忍不住冲沙发上正躺着看电视的婆婆道：妈，看下小航行吗？我在做饭。婆婆假装没听到，还把电视声音调高了点。我只能蹲下身告诉儿子，让他去找奶奶和姐姐们玩会。小航瘪了瘪嘴，不情愿地开始往客厅挪。很快，我听到客厅传来了婆婆阴阳怪气的声音：小航，你过来找奶奶啦！快快快，奶奶抱抱！真不知道你妈是干嘛使的，连几个小孩都看不好。做饭咋了？做饭就不能看孩子了吗？就她这性格放在过去，放在家家户户6、7个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怎么受呢。现在的女人真金贵，一点都使唤不动了，连看看自己家孩子都推3阻4的，又不是后娘生的。小航不理妈妈，来跟我说，讨厌妈妈，妈妈是坏妈妈。我震惊地转身看向他们，婆婆正一字一句地对着小航说着这些话，甚至都不背着我了。懵懂的小航就学着他奶奶的样子，顿巴巴地说：妈妈是坏妈妈。我皱着眉走过去，妈，你说什么？婆婆暗戳戳翻了个白眼。小璇，不是妈说你，妈来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很容忍你了，我连说你一声都不行了吗？再说，我说的不是真相吗？你老公疏远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奔波工作，多辛苦啊！你一天在家里连门都不用出，冬暖夏凉的，现在俩孩子也上学了，又不用你操心，这不是明摆着在享清福吗？而且今天这件事儿，谁说做饭就不能捎带着看孩子了？我们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就你不能一心二用啊！我都已经60来岁了，你还让我帮忙看孩子，我哪有这精力啊？我抿了抿唇，可是当初疏远不是跟我说接您过来就是为了帮我分担看看孩子吗？婆婆顺势打断我，你也说了是帮你分担，这么说吧，我帮你看是情分，不帮你看是本分，你少在这儿要求我这那的。再说家里不就这么点活吗？至于你每天忙到脚不沾地吗？
我看你就是想在舒远面前做样子，让他看到你的付出呗。我愣在原地，家里不就这么点活？合着家务是自己做好的，床单被罩衣服是自己钻进洗衣机的，饭菜是微波炉自制的，孩子是自己收拾好去上学的。帮我是情分，不帮我是本分。当时为了怀孕，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促排针，怀双胞胎的时候肚子大到多离谱，他也不是不知道，费尽半条命才生下的这3个孩子，都惯着他家的书性，感情都是我活该，是我自找的。我刚准备还嘴，小航就拉着婆婆要她陪她玩游戏，还不忘给我撵回去做饭。我浑浑噩噩地走到灶台边，扫了眼满处狼藉，鼻尖发酸。我爸妈没得早，要是在天上知道他女儿现在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大概得着急得团团转了。自我和婆婆干仗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我的4菜1汤将将做完。婆婆为了自己躲清静，直接把自己手机给小航看，自己乐得轻松。卧室里，舒可欣和舒可意俩姐妹闹得厉害。客厅里，舒可航又捧着手机一条条地刷着抖音，听着里面传来的魔性背景音乐，叽叽喳喳，闹闹腾腾。我刚将饭菜端到餐桌上，老公舒远就打来了电话。不出意外，一如既往还是那句相同的话：我今晚陪领导应酬，你们自己吃吧，不用管我。我认命地叹了口气，拿来碗筷摆好，挨个叫名字喊吃饭。在我癫狂似的第4声喊叫后，他们才七七八八地钻了出来，依次坐好。看着桌上的菜，婆婆又开始皱眉了。何小璇，你忙活了这么长时间，就做了点这。我低头看了一眼，白灼大虾、可乐鸡翅、蟹黄豆腐、小炒牛肉，再加一个蛋花汤，这菜系很差吗？我没吭声，给每个孩子面前舀了碗汤，叮嘱他们乖乖喝完才能吃肉，顺带撸起袖子开始剥虾。从一开始，只要我家吃这种带壳的东西，剥皮就是我的任务。舒远嫌脏不想上手，婆婆借口自己手笨剥不出来，几个小孩更是指望不上，除了我也没别人肯干了。大概觉得我毫无反应，是在无声抗议吧。婆婆脸色沉了沉，我正低头剥着，一双筷子啪地扔在桌上，戳起来的菜汤溅了我一脸。婆婆朗声道：我不吃，这菜我吃不下，你自己看看，蟹黄黏黏糊糊的，多恶心！可乐鸡翅太甜了，牛肉又老又柴，我牙口不好不能吃。虾仁也是半天都剥不出来，要想吃上你手里的虾，估计得等到下辈子。何小璇，以后你做饭之前能不能问问我，看看我今天想吃什么，几个孩子想吃什么，而不是任由你发挥。说着，他起身就离开了餐桌，回屋摔上了门。3个孩子懵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被郝明嘲讽了一通。我眉头一皱，大女儿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偷偷在我耳旁道：妈妈，很好吃。我没挪哦，硬生生把那盘虾剥完，看着他们一个个下了肚，草草扒拉了2口饭，就算吃饱了。酒足饭饱后，3个孩子鸟兽状散开，各玩各的去了。等我收拾好往卧室走的时候，隔着门都能听到婆婆用手机全民 K 歌的声音，她用不成调的嗓音翻唱《青藏高原》，我都能想象到她胀得脸红脖子粗的模样。与她房间对应的是我们的屋子，咫尺的距离，推开却是另一番样子。几个小孩肆无忌惮地在床上玩枕头大战，将床单被罩弄得一塌糊涂，地上还有好多扔下来的床品和玩偶。我想骂他们，让他们统统给我安静下来，滚去睡觉。可想起老公说，这就是孩子的天性，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应该这么玩，
要是死气沉沉的在床上玩手机，跟30-40岁的中年人有什么区别？他说的简单，可他这么多年忙于应酬，没有在家里陪过他们一次，没有跟我一起收拾过一回家。在他眼里是释放天性的这些活动，我只觉得闹心。等按序伺候他们3个洗漱上床，已经11点了，我这才有自己空余的时间。当然，也不全是自己的时间，我得趁着晚上休息时间，在手机上买菜，买孩子的学习用品，老师要求购置的东西，还得抢价钱合适的生活物品，争取第2天就能送到。这些事疏远从来不关心，婆婆更不会主动关切，不会给我贴钱补助。我多希望她能像其他老头老太太一样，大早晨为了几斤鸡蛋跑2里地。可我婆婆自从来了我这儿，就迷上了手机，每天抱手机的时间比抱孙子都多。日子不该是这样的。等买完这些东西后，我又换着购物平台，领了不下几10张优惠券，好好比对了下卫生巾价格，最终买了个最便宜的。孩子们的东西我得买好的，自己的东西怎么将就怎么来，毕竟手里的钱都得跟疏远要，有时候花多了，他还会质问我，让我节约点。忙完这一切，已经过了12点，我赶紧把手机丢下睡觉。明天是周一，可心可意的上小学，我得赶在8点之前把他们送到地方，回来还得照顾儿子，又是一场硬仗。不知过去了多久，熟睡的我感觉身旁一阵塌陷，接着一个浑身酒味的人抱住了我，我心下了然，疏远回来了。他在我头顶上嘟囔，让我明天7点半叫他起床，他得早去公司处理事情。我迷迷糊糊应下，就这么又睡着了。第2天一大早，又是如往常一样的一阵兵荒马乱。我总算在即将出门时叫醒了睡眼惺忪的疏远，而且赶在8点之前把女儿们送到了学校，绕路去快递站拿了一大箱洗衣液。我费劲巴拉地把他们搬上电动车，往家里骑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才能勉强有个舒口气的功夫。开门进屋时，婆婆正靠在沙发上玩手机，知道我回来，她眼皮都没抬，掉了个个继续玩。等把手头的东西都收拾完，我才有空偷偷打开卧室门，看向仍在熟睡的小航。她跟2个姐姐不一样，从小就睡得沉，不到9点不起床，任凭外面风雨飘摇，她自巍然不动。这样也好，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打理家里。急头白脸的将家全部擦了一遍后，我从卧室抱出来一摞女儿们的衣服，还有零星的几件疏远的衣服，往卫生间一走，我傻眼了。本来应该在原地正常工作的洗衣机，上面却突然多了一把锁。没错，还是把铁锁。我试图上翻洗衣盖打开它，却发现机盖上方被凿了个洞，洞上连着个荷叶，孔洞处挂着个小小的黄色小锁。我气笑了，忍不住冲出去问道：洗衣机什么时候多了把锁？家里就咱们几个，安个锁是防谁呢？婆婆慢条斯理地放下手机，你说那个啊，你走以后我让小远安的，我跟小远说得很清楚，现在也让你听听。我早就说过了，孩子们的衣服应该用手洗，洗衣机又脏又费电，还洗不干净，简直就是百害而无一利。既然你这么依赖洗衣机，那我只能用这种办法让你注意些了。小璇，你不上班，不知道外面的物价现在涨得有多离谱，靠着小远的工资要足足养活我们5口人，你还敢用洗衣机洗衣服？你觉得现实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这种小地方省点钱，小远在外面不就能少喝几杯了吗？我瞪圆了眼睛，
无法想象舒远是怎么会同意他妈给洗衣机上锁这种无理要求，又是怎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他钻孔打洞。婆婆冲我笑了笑，对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家里有一个女主人就够了。舒远先是我儿子，再是孩子们的爸爸，然后才是公司经理，最后的最后才是你丈夫。婆婆的话像一盆凉水一样给我浇了个透心凉。她说的对，以我对舒远的了解，她肯定是觉得这么做对，才会帮他妈给洗衣机上锁的。我们结婚这么久，我给他生了3个孩子，可这一切在舒远眼里都是我为人妻子应该做的。如果说一开始还有爱情的话，现在早就演变成亲情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何小璇，我现在摸你就像左手摸右手，别的不说，自从怀了小航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夫妻生活。人家都说没有动作的爱不算爱，或许舒远早就不爱我了，他只是觉得我适合这个家，适合当一个贤内助，仅此而已。其实早在我诞下头胎的时候，我还是个职场女性，虽然挣不了很多钱，但不算跟社会脱轨。但因为怀小航的时候胎相不稳，医生要求卧床休息，我只能辞职躺在家里。经过3年的蹉跎，我确实如婆婆所说，要与这个社会脱节了。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学校、家庭、菜市场。或许在他们一家人眼里，我跟免费保姆毫无差别。我撑着茶几，才能勉强让自己不泄力跌倒在凳子上。良久，我默默吐了口气。婆婆说得对，家里有一个女主人就够了。从现在开始，他们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了。不是觉得没有我会活得更好吗？那就这么做吧。我为舒家活了10年，也应该作为何小璇活一活了。想通后，我将衣服一股脑堆在水池里，然后果断返回自己卧室，将熟睡的儿子轻柔抱起，搁到婆婆房间，无视她愠怒的呼喊，反锁屋门，戴好耳塞，蒙上被子，结结实实地睡了一觉。这次是我10年以来睡得最熟最香的一次。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8点了。等等，小航是交给了婆婆，我不用担心。但可心和可意还在学校，我不去接，是不是就没人接他们了？想到这里，我拉上拖鞋就准备往门外跑。门外传来婆婆暴躁的声音：舒远，我拿你这个媳妇真是没办法了，你都不知道她今天有多狂，不就是因为我把洗衣机锁上了吗？人家倒好，衣服往旁边一扔，孩子往我身边一放，啥也不管，自己蒙头睡大觉去了。我从白天叫到他晚上都不带醒的，这要不是我给你打电话让你回来接孩子，你俩女儿怎么回来的我都不敢想，指不定被人贩子拐走了，都得露宿街头呢。你可得好好说说他，跟我闹脾气无所谓，跟孩子过不去是几个意思？这几个娃不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吗？接着我听到了舒远熟悉的声音，我知道不管怎么样，今天确实是他的问题，我会好好说他的。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成了3个孩子的妈妈，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呢？今天生气不去接孩子，明天生气不去喂孩子，后天生气是不是就应该跟我闹离婚了？跟我闹无所谓，跟你闹，跟孩子闹就不行。好好的一个家，在他手里硬是被拆的什么都不是。妈，你放心，你给我看了这么长时间孩子，我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一会等他出来，我就好好说说他。我浑身如坠冰窖，原来在舒远眼里，我每天的辛苦他视若无睹。他妈每天抱着手机刷个没完，倒成了看孩子的大功臣。好，我毫不客气地拉开门，说我什么呢？
也让我听听呗。婆婆脸色一变，一拍桌子就准备往起站。舒远皱着眉按下她，一边给我使眼色。小璇，你今天怎么不去接孩子？是身体不舒服在休息吗？她想息事宁人，我偏不。当然不是，舒远，10年来的每一天，我都在用洗衣机洗我们的衣服，洗孩子的衣服。他之前都没意见，现在反倒打着省电的旗号把机子锁了。比起问我，你还是问问你妈，问问你自己，你俩是怎么想的吧？没想到我直接就说到了她脸上。婆婆怒发冲冠，我就说怎么了？家里的东西都是我儿子花钱买的，我说能用就能用，我不让你用，你用一个试试。我也毫不客气，我是在给自己用吗？你的衣服没在里面洗过，还是你儿子、你孙子孙女的衣服不在里面？对了，舒远，你知道你妈跟我说什么吗？人家告诉我，家里只有她一个女主人。既然这样，那你娶什么老婆？给你妈娶了不就行了？婆婆张牙舞爪就要往我这边冲，其他3个孩子也争相从屋里跑出来，躲在远处看着我们这边的纷争。舒远横插在我俩之间，都是一家人，吵什么吵？冷静冷静，咱们慢慢谈行吗？孩子们都在，这样闹腾多不好。我在外面的工作已经忙成一团了，你们现在还要在家里给我闹事儿，想过我的处境没？妈，你带着孩子们先进去。婆婆很听舒远的话，迅速进了声，顺势带着孩子往屋里躲了躲。客厅鸦雀无声，舒远重重地叹了口气，坐到旁边开始扑我。小璇，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跟我妈生气呢？她是来帮咱们看孩子的，你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哪怕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忍忍不就行了？想想，我妈要是万一离开了，你一个人得多忙啊！你想想，刚结婚的时候，我妈也不这样吧？其实我明白，她现在就是觉得你不上班了，在家太清闲，替我抱不平呢。父母都是心疼孩子的，你也可以理解的吧？再有这种事儿，你别搭理他，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甩开他的手，冷笑道：“你有没有搞错？我每天跟你妈在家里待着，她看不看孩子，我心里没数吗？你告诉我。”躺在沙发上刷抖音，在客厅学广场舞。我做饭时把哭闹的孩子扔到厨房，动不动就给孩子看电子产品，这就是他带孩子的方式。与他相比，我哪过一天清闲日子？我看你妈是你派来折磨我的才是吧？他拉远了距离，皱着眉反驳：“我在外面辛苦工作一天，不是为了回来看你跟我吵架嚷嚷的。我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行吗？能不能不解决人？我承认帮我妈安锁是我不对，可那也是她逼得我不行。我着急上班，只能草草给她做了。本来想回来给你解释一下，谁能想到你们竟然闹这么大了，还因为这件事就赖床不去接孩子。你说有你这么当妈的吗？要是俩孩子万一有个什么，好歹怎么办？你怎么跟我俩交代？再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呢？她就是一时糊涂才这么做的。她年纪大了，你还想让她干嘛？能保护孩子不磕碰已经不错了。现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不仅得把孩子带好，而且还得孝顺父母啊。小璇，你不能因为你爸妈不在了，就这么欺负我妈吧？我愣了一秒，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你说什么？我跟舒远婚后没多久，我爸妈在外出的途中就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后事都是舒远帮忙一手操办的。当时我还想自己嫁了个好人，我做梦也想不到10年后的今天，他居然会用我父母去世的事攻击我。舒远也愣了，他没想到自己就那么顺嘴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我突然笑了，顺带手扇了他个巴掌。你妈说的对，
这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离婚。这个家里的一切我都不要了，也不管了。疏远，你好好跟你妈过吧。果然啊，人家说的不错，只有最爱的人才会用自己最介意的事狠狠刺向自己。他捂着被我扇得通红的脸，不断拍着卧室门，想进来跟我解释。这次我没动一点恻隐之心，我对不起爸妈，更对不起活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自己。良久，他靠在门上，咬牙切齿通知我，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要离婚，我也不会让你带走一个孩子的。你没能力，没工作，你根本养活不了他们。我爽快同意，好的，我不抢，都给你。别忘了，孩子们可是都跟你姓的，你倒是想当甩手掌柜，不要他们呢。那一夜我没开门，也不知道疏远在哪儿睡着的。我想了一晚上，我到底应该怎样重启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从找工作开始。经济不独立，在家就没地位，更没有话语权。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给自己好好捯饬了一下，忙到7点半提上包，就准备往外走。刚走没2步，婆婆就哎哎呦呦地叫住了我：“你等等，可心和可意都没吃完饭呢，你一个人打扮成这样上哪儿去？”我诧异地看着她，找我干嘛？他俩要上学，你送不就行了？你又不是没去过他们的学校，要是不认路的话，把你儿子叫醒，让他去送。婆婆气得浑身发颤：“你闹够了没有？难道昨天晚上小远没说通你吗？这是你的种，是你生的，你都不送，凭什么让我送？我不管！”我扭头朝里喊了声：“疏远，听见没有？你妈说不管你女儿了。”然后好心提醒她：“对了，忘记通知你了，昨天我们已经说通了，我要跟他离婚，协议过2天就会签好字，到时候你就能名正言顺地掌控这个家了。怎么样，高兴吗？”这个家里唯一的女主人，可心可意对视一眼，巴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一左一右拉着我：“妈妈，什么是离婚？你不要我们了吗？”“我不要你们离婚，我不要你走。”我低头抱了抱2个孩子，郑重其事道：“你们现在还小，我说的话你们可能会听不懂，但你们只要记住，离婚是我和你爸爸的事。我不爱他，并不意味着我不爱你们。哪怕你们跟着爸爸和奶奶，我们还是能经常见面的。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睡觉，一起吃饭。而且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怎么样？”可心想了想：“那你会带我们去游乐场吗？”可意也举起了手：“我想吃汉堡，你会带我去吗，妈妈？”我带着笑点了点头，顺势看向婆婆：“当然，你们是我的孩子，我会对你们负责到你们成年的。你们要听奶奶和爸爸的话，要是不想上学迟到，被老师批评，就得靠你们监督不负责任的奶奶和爸爸了。”婆婆的脸像吃了苍蝇一样变个不停，过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离就离，谁怕谁？你一个2婚女人，没工作，没能力，没本事，真以为自己是射你们香饽饽吗？我儿子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我点了点头，说得对，谁当初没瞎过几次眼呢？安抚好2个孩子后，我不带一丝留恋的就出了门。比起在家跟恶婆婆玩宅斗，还有更重要的事儿等着我。这边刚出门，那边就接到了丽姐的电话。她是我前公司的人事，也就是在前几天，我萌生了找工作的想法，思前想后，再度丢下脸面，重新联系起了她。值得庆幸的是，她愿意代表公司再给我一次机会。锦泰地产办公室里，丽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何小璇，你老了。”我摸了我的脸：“老了吗？或许吧。”她叹了口气，有些同情地看向我：“当初你作为你们分店的销冠，
从店长到店员，没一个人同意你离职的，是你一意孤行，为了带你家那2胎3娃非要走。这么多年，你能想通再回来，应该是吃了不少苦。我含着泪点了点头，没事，都过去了。只要您和老板肯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在公司继续发光发热，再创佳绩。一顿洽谈下来，我成功官复原职，而且运气不错，分配回的还是原来的分店。知道我重返职场后，门店和总部的小伙伴纷纷给我发来了贺电。我想，大概唯一不高兴的就是舒远和他妈了吧。3年多没接触过职场和销售这行，我需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门店一待就是1天，一直到晚上11点我才回家。等把静音的手机掏出来一看，舒远20个未接来电，婆婆4个。不是我说，热恋期她都没这么给我打过电话。翻开微信一看，最近几条也是舒远发的。何小璇，你太过分了，夜不归宿就算了，连电话也不接。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了，还在外面浪个什么劲？我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我无情了。这婚必须离，不离都不行。协议在客厅，回来你自己签字，我们彻底结束了。我扫了一眼，合上手机，真是个傻逼，威胁谁呢？等我打车回到家，已经是12点了。看了下他拟定好的协议，3个孩子的抚养权归他，我只需要每月需要付一定份额的抚养费就够了。下面一条就有意思了，因为抚养权归属问题，家里的存款3-7分，我3他7。很明显，舒远这个脑袋想不到这些，他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但是他们试图用孩子拿捏我，这才是大错特错。就像我跟女儿们说的那样，离婚并不代表着我要跟我的孩子们脱离关系。我想去找自我，想过自己顺意的生活，不代表我就得跟我的孩子们老死不相往来。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呢？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是因为这2个破钱才跟他结婚的。对我来说，挣钱很容易，一个人挣钱更容易。斟酌再三后，我在协议上签了字，顺着门缝给舒远推进了卧室。既然打定主意离婚，我就没想再跟舒远同床共枕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可心和可意的屋子，悄悄躺在了他们中间。黑夜里，姐姐可心翻了个身，手搭在了我肚子上。她睁开黑黝黝的眼睛，盯了我半晌，小心翼翼地问：“是妈妈吗？”我嘘了一声，让她赶紧睡觉。小丫头来了兴致，硬是非要拉着我跟我讲讲他们今天是怎么度过兵荒马乱的一天的。我看了眼身旁熟睡的可意，偷偷往另一边挪了挪，耐心地听她讲了起来。原来我走以后，他们很快就吃完了饭，自己收拾好东西后，就闹着让婆婆送他们上学时，婆婆推三阻四，就是不愿意下楼出去吹风，硬是把正在自己屋里睡得昏天黑地的舒远叫了起来。舒远手忙脚乱地刷了个牙，连脸都没洗，匆匆一手一个抓起2娃就送他们上学了。尽管这样，可心和可意还是迟到了。俩孩子上学的时间要比他上班要早得多，孩子们迟到了，他却早去了40分钟。可心叹了口气，以前我们只知道爸爸是负责挣钱的，可没想到爸爸却这么笨，连妈妈的一半都不如。妈妈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可从来没迟到过。可心小嘴巴巴一顿夸，一会贬低下疏远，一会夸一下我，听得我心花怒放。很快他没了声音，我低头一看，原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安静的黑夜里，听着2个小孩均匀的呼吸声，我也睡着了。第2天，舒远意外起了个大早，但仍是慌慌张张，一手一个拉起女儿
就要去上学，人家大概还记恨着我，一早晨愣是没跟我说一句话。当然，这正合我意，我也匆忙收拾完就去上班了。晚上又是周而复始，听着可心可意，一会骂骂奶奶，一会说说爸爸，不断给我吐槽今天家里发生的事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我在门店逐步站稳脚跟，偶尔也开几个销售的单子，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舒远却破防了。周末，我准备照常上班时，舒远提前搬了个凳子坐在家门口，冷冷看着我道：“半个月了，何小璇，距离我们签离婚协议已经半个月了，你没什么想说的吗？”我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最近太忙了，没空跟你去领离婚证。这样吧，你约个时间，我翘班去民政局找你，咱俩先给证领了再说。”舒远气结：“我们好歹10年了，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跟我离婚吗？”我摸不着头脑，提离婚是他说的，协议也是他准备的，怎么到头来一口大锅就这么砸我头上了？我暗戳戳给店长发了个短信，向他请了个小时假。今天我俩之间必然会有一次正面冲突，我给你1个小时，咱们赶紧谈，谈完我还有工作。舒远深吸口气，眉毛皱成一团。工作，就你那破工作，1个月能挣多钱？自己能养活得了吗？前2年你不上班的时候，不是就靠我养活你吗？不用经历职场的打磨，伸手就能要到钱的日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怎么现在就突然大女主意识觉醒，不能在家相夫教子，不能好好过日子了呢？离婚是我一时冲动，我们可以再谈谈。我没忍住笑出了声。你是一时冲动，可我不是。你只看到了我在家当全职主妇，只觉得我不用应酬上班很轻松，可你不想想，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我之前没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吗？维系一个家是要适当牺牲的，所以你选择牺牲我，为了家庭，我也可以选择牺牲自己，但这不是你和你妈看不起我、不尊重我的理由。我不是意识觉醒，而是你妈最近的各种表现让我突然醒悟了。对你们来说，我始终是外姓人，既然在一个家里相看两厌，那为什么还要待在一起？我又不是缺胳膊少腿，必须得靠你疏远才能活。有多少个晚上，你明明在车里坐着打游戏，也不愿意回家，骗我加班应酬到晚上12点才回来。我不说，你真当我不知道吗？如果说我一开始说的那些话，舒远还满脸不屑的话，当我最后一句落下，他脸色开始泛白，结结巴巴地给我解释：“不，我没有。”看我一脸懒得听的模样，他叹了口气：“之前的事是我的问题，我代表我妈给你道歉，行吗？以后我会改的，以后我也会帮你维系这个家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原则性问题。难道要3个孩子小年纪就在一个母亲缺失的家庭下长大吗？”我摇头打断他：“你误会了，我们离婚并不意味着我会缺席孩子们的成长，他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该去活动的时候我也会去，该需要我出席的时候我也会出席，但这都跟你没关系。他们6岁以前父亲缺失的日子都能过，以后怎么就过不了了？我很放心。舒远，他们跟你一起姓舒，你要是有点良心，你就会好好对他们的，不是吗？”我低头看了下表，不好意思，我马上要上班了，我们的洽谈可以结束了。说着，我就要提上包绕过他出门。临走时，舒远最后抓住了我的手，甚至带上了些央求的意味：“小璇，你不知道我这么长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妈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找不到，她一个人带3个孩子头都要愁白了。酱鸭药都吃2瓶了，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得辅导作业，你一消失就是一天，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毫不客气地甩开他的手，我狠心，动动你的狗脑袋想想，这些活我是一开始就会做的吗？我是生下来就该做的吗？谁不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我一开始做的时候需要你们帮忙了吗？最后呢，我换来个什么结果？老公联合婆婆为了刁难我，甚至给自动洗衣机上锁。这话说出去我都嫌丢人。既然你要孩子的抚养权，你就得承担责任。没事的，现在苦一点，以后就好过一点。雨爸，我直接摔门而出。疏远挽留我，并不意味着他爱我，他只是觉得家里没个帮他忙前忙后的女人不行，会影响他的生活。归根到底，他最爱的还是他自己。很快，我收到了疏远发来的消息，既然你决定了，那明早9点民政局门口见。对不起，是我欠你的，怪不得人家都说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这没招，这是真恶心。跟他彻底摊牌以后，我心里那块一直压着的石头也掉了下去，整个人轻松了不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很快给自己订了套小房子，就在公司周边，50平米，足够我一个人住。从民政局出来以后，就面临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在这期间，能搬走我肯定是要搬走的。我马不停蹄转回家里，花了3天时间，逐步把那个家里属于自己的东西清了出来，搬进我的小家。我相信，没有了他们的打扰，这1个月我将会过得很愉悦。可心成了我的小间谍，他每天用电话手表偷偷给我打电话，向我汇报家里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疏远对待孩子这件事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连以前一直喜欢跳舞唱歌的婆婆也收了心，在家里安心带起了老三，好像一切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但我总觉得内心惴惴不安，就以婆婆那个性格，她要是知道我就这么容易就跟疏远拜拜了，能善罢甘休吗？果然，事情还是往逐渐失控的方向发展了。周一上午，我在门店里屋跟客户签合同时，门口突然传来吵吵闹闹的动静，几个同事陆续出去，可门口吵闹的声音不减反增。眼见客户表情逐渐不耐，我只好让店长先安抚他，自己好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往门口一走，我吓了一跳，婆婆怀里抱着穿着单薄的小航，披头散发的坐在我们门店门口，鬼哭狼嚎。见我出去，同事有些尴尬，姐，她自称是你婆婆，你看这是你的家事儿，我们也不好插手。太阳穴跳得发痛，我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阿姨，你这是在干嘛？婆婆愣了一下，放声大哭。阿姨，你叫我阿姨，没天理，真是没天理啊！我家花10万彩礼把你娶回来，你跟我儿子现在还没离婚呢，居然叫我阿姨！你不认我也就算了，这是你亲生儿子，你都不认了吗？小航被他禁锢的双臂箍得满脸发红，我想接过他，却被婆婆一下躲开了。拿开你的脏手，别碰小航！你要是真的爱他，怎么会不要他，不要你其他孩子呢？大家都在，你们给我评评理。他跟我儿子结婚10年，生了3个孩子，这么多年我儿子一直在外面辛苦工作，他就在家当家庭主妇。现在不知道怎么了，突然非要抛夫弃子的上班，连家都不回，好好的家硬是被他拆散了。作死，这简直就是作死啊！我儿子不好意思跟你来闹，只能顺着你。我能来闹，你既然想上班，我就让你的领导同事们看看，谁敢用你这样的人，连家庭都可以不要，公司又算是个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几个孩子现在都要恨死你了，
当妈当成你这份上，真不害臊。你把一切扔下，拍拍屁股，掉头就走，丝毫不管我一个老太太和疏远一个男人要怎么照顾3个孩子，怎么照顾这个家。尤其是我儿子，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回来带孩子，现在被你折磨的瘦了10几斤，你满意了是吧？何小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婆婆越说越来劲，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小航被吓到了，在她怀里跟她一起哭。啊，怎么会有这么当妈的人啊？3个孩子，说离就离，太不负责了吧？现在年轻人不都这样吗？只知道生不知道养，把孩子丢给老人。哎，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阿姨，你快起来吧，看把孩子勒得脸都紫了。小孩是无辜的啊，依我看，说不定是这女的外面有人了，不然怎么会这么坚持，突然要离婚？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眼见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屋里一些正在签合同的客户也相继走出，共事的同事们脸上也都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为了不让这场闹剧继续扩大影响，我豁出去了。我顺势把自己的鲨鱼夹取下，披着头发学着他的样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声泪俱下的开始了自己的表演。阿姨呀，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这么跑来污蔑我，你儿子知道吗？你既然这么想让大家给你评理，那顺带也评评我的呗。我鬼门关走了2趟，给你家生了3个孩子，你们平时让我当牛做马也就算了，动不动挑3拣4，肆意刁难我是几个意思？难不成你被你婆婆欺负惯了，就要在我身上找回来吗？哪儿的道理？为了你家，我辞掉了好几年的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一句好没落下不说，想用下洗衣机，人家俩居然串通好给家里的洗衣机上了铁锁。防贼也没你们这么做的吧？你们不能因为我父母没得早，就这么对我吧？你知道你儿子说我什么吗？他说咱俩矛盾的起因是因为我嫉妒他有妈，我没有。随便换个正常人，谁能这么说话？姐姐们，你们说能说出这种话的男人，就算我跟他有10个孩子，我还能继续过下去吗？大概是我演得太入戏了。话音刚落，周围的人就纷纷指责起了婆婆。我靠，我还真以为她是受害者呢，连洗衣机都上锁，咋地？你要给人家手洗衣服啊？太不讲理了吧！全职妈妈本来就不容易，你们母子俩缺德劲的，还这么对人家小姑娘，死不要脸！不是我说，就算对仇人也说不出这种话吧？怎么能对自己老婆这么说呢？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在这儿装什么好人呢？我还真差点被你骗了。想想也是，能豁出脸皮上前儿媳单位闹事的，能是什么好人？大妈，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谁哭谁有理好吗？你们这么对人家，迟早会遭报应的。越说越委屈，嚎到最后我鼻尖一酸，委屈喷薄而出，是真的想哭了。婆婆从来没见过我这种架势，忘记表演，猛猛地看着我。我冲小航伸出双手，来，妈妈抱。小航挣扎着边叫妈妈，边钻进我怀里，抱着我一起哭。这场面已经证明了婆婆之前的措辞大多为编造，不然按她的话说，现在小航应该恨死我才对，又怎么会抱着我呢？大家看不下去，一口唾沫一个钉，就差把婆婆钉在耻辱柱上了。婆婆不知道怎么狡辩，只能拍拍屁股站起来，焦急地跺着脚。不是这样的，是她提出离婚的，我儿子是被迫同意。人群里有个大妈看不下去，挤上来推了她一个踉跄。废话，你们这么欺负人家，谁能不离？别的不说，就说你们锁洗衣机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婆婆想摇头说不，可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对方一挥手，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就冲你这劲，我都知道你是个什么鸟了。姑娘别怕，阿姨有朋友是妇联的，就是看不惯这种恶婆婆欺负儿媳妇的戏码。我也有女儿，运气不好也碰了个恶心婆家，前年离的婚，现在一个人过得可好呢。这老东西下次要是再敢来找你闹事儿，你就告诉姨，让人给你惩治他。我还没见过离完婚还来前儿媳公司闹事的人呢。咋地？你是土匪头子啊？婆婆神色尴尬，想抱走小航，快跟奶奶回家。小航一顿拒绝，就是不让他靠近。其实也能想到，我每天早出晚归，看到他的日子很少，现在难得能跟我在一块，他怎么会这么轻松的就跟婆婆回去呢？我抱紧孩子，冷笑道：“不用了，阿姨，我要是把孩子给你，不知道你下次又该抱上他去哪闹事了。按照我们离婚协议看，3个孩子的抚养权是舒远跟我争的，事情跟他也脱不了干系。既然你不想管，我就送到舒远公司，让他去看。”一听这话，婆婆慌了，伸手就准备抓我。不行，你不能去找舒远。周围传出了阵阵嗤笑。哟，看来这是背着儿子找过来的。你儿子要是知道有你这么个妈，迟早得气死。学到了，当妈的还是怕儿子知道自己的嘴脸，管好自己，善待前妻。阿门。婆婆的脸在大家的笑声中越变越黑，最终成了锅底色。见势不好，她灰溜溜的就想跑。我叫住了她：“别走啊，阿姨，你不找我事儿了是吧？那就轮到我了。”婆婆本来都走了，听到我这话，瞬间转身：“你要干嘛？”我安抚好孩子，交给同事后，就掏出手机准备打110。大概是摁下3个数字，很容易就能让人联想到什么。婆婆拔腿向我冲过来，震惊道：“你居然要报警！你要报警抓我？我可是你婆婆，你把我抓了，谁给你看孩子？”我好心提醒：“没事，你年纪大了，就算抓了你，也不会怎么关你的。人嘛，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点代价。你无端来我这儿闹事，不光捏造事实，污蔑我人格，还给我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困扰，不应该给我个说法吗？现在就想拍拍屁股走人，哪儿的道理啊？”婆婆正在原地看我，咬牙切齿：“你是要我给你道歉吗？我是长辈，我凭什么给你道歉？要不是你自己有问题，这个家会破裂吗？我还从来没听过谁生个孩子连班也不上的呢。3个孩子怎么了？我们小时候生6、7个孩子，不是照样去上班吗？你他妈的！”我对着电话另一头道：“舒远，你听清没？看看你妈是怎么骂我的。她抱着航来我公司门口闹事，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个由头吗？我给你个机会，也给她个机会。现在赶紧给我道歉，我可以考虑不报警。”我顺势摁开免提，电话里传来了舒远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妈，你这是在干嘛？谁准许你去找他的？还抱着孩子，你是不是有病？”婆婆赶紧噤了声，一言不发。舒远重重地叹了口气：“小璇，我给你道歉，我也替我妈给你道歉。她年纪大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你说的对，以前是我们把你的所作所为都看成理所当然，现在自己接手了，才知道每天就算什么也不干，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也是件很辛苦的事儿。等过2天领了证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打扰你了。你想看孩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就好了。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孩子永远是我们的孩子。”酸巴巴的，搞得我牙都快倒了。我抿了抿唇，说完了，挂了。安抚好小航后，我给她拿了件外套裹着，让她乖乖跟婆婆回家。她虽然不舍得，
但还是很听话的跟着他回家了。门口围堵的人群终于逐渐散开，这事儿也算告一段落。门店小伙伴都知道事情原委，都自觉地闭上了嘴，不触我的眉头，也再没人拿这件事问过我。4天后，我正式跟舒媛领了离婚证，看着作废章缓缓落下的时候，我终于松了口气，笼罩了我10年的家庭主妇名头，在这一刻终于能摘下了。出民政局大门的时候，舒媛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小璇，如果我说我知道错了，你还能再给我个重来的机会吗？我头也没抬。这样吧，要不你回家把洗衣机上的锁拆了，看看洗衣机面板上的洞还在不在。要是不在的话，或许还有机会。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我默默地改掉了他的备注，从带着爱心的昵称名字到前夫哥家孩子爸。以后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只有孩子，他除了是我孩子爸爸以外，没有其他身份。至此我才真的知道，确切地说是有勇气知道，生活是自己的，孩子和老公是独立的。我再也不用跟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一样，困在柴米油盐中，想工作的时候就去工作，想 gap 的时候就给自己留时间 gap， 想出去玩潇洒的时候就自己出去玩。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规定了一个妈妈必须抛弃一切为所谓的这个家贡献。既然2个人谈不到一起，那不如好聚好散。一旦察觉不对，随时都有抽身离开的权利。不是只有感情和家庭才是生活的全部。自己意识将困难抛出去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片明朗。愿每一个身处困顿的妈妈都不缺乏重新再来的勇气。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